在日本的东京。这一次呢是想要趁着春节假期，就是来玩2天，没有什么特别的玩的计划，就是想要到东京来吃吃喝喝逛逛，这样放松一下心情。这家主要是吃各种海鲜啊、贝类啊什么的，是家连锁店，我好像吃过。我记得好像在大阪吃过他家，他会给你一个烤贝类的指导。食材都挺新鲜的。好大一块肉哦，把壳这样掀开，再给它剪开。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个日剧，就是讲大家都很想住在吉祥寺附近，这里就是吉祥寺了，因为这附近据说是一个很适合居住的地方。正好在路边看到有这种租房的公司，要不要看一下这里租房多少钱？在这里租房子都会把这个室内平面图给放出来。刚有在 Google 地图上看到一家店，感觉还不错，就是这家，来吃吃看。这家店位置挺隐蔽的，在一个小巷子里。现在看菜单，完全看不懂，只能靠我有限的日语知识来猜了。第一个菜，这个是五茸天妇罗。这天妇罗不是特别脆的那种，但它外面的面衣特别薄，吃起来完全感觉不到它是天妇罗。酱油渍的鸡肝，这个看起来挺好吃的。这个好生，完全没熟，是那种半生的鸡肝。吃这个得是我这种真正的勇士，还挺好吃的。因为它没有做熟嘛，所以它里面那个鸡肝的质地特别顺滑，好像在吃 cheese 的感觉。这道菜是蛤蜊，这个也不错，它下面是卷心菜。上面是蛤蜊，然后汤汁里面放了黄油。这汤很鲜，然后有很浓的那个黄油的香味儿。上有烩饭，感觉很像是那种意式海鲜烩饭，还蛮意大利的风味儿。不过米是日本米，不是意大利米。天好蓝哦！刚才小摊上买了一个薄饼，这个是栗子馅儿的，里头有奶油，感觉还挺好吃的。不知不觉又跑来逛家具店了，我怎么去哪儿都爱逛家具店啊？有一张大理石的餐桌，质感好好，应该很贵吧？需要税是88万日元。你们有在日本吃过印度菜吗？我之前吃过一次，感觉还挺好吃的，去尝尝看。这是那个chai latte， 就是印度特有的，加了很多香料的格奶茶。菜上超大的，好大哦！我感觉这是我吃过那最大的馕，之前在英国吃过很多次都没有这么大，而且烤的好裹。点的是这个馕配这个鸡肉的咖喱，哦，这个咖喱有点甜呢。我感觉它还是有一点那个日式的感觉。哦，看这个馕烤的，好空哦。
家店就是算是日式的私房菜吧，就是它没有菜单的那种，它当天有什么食材可以吃什么。上的第一个菜是一个虾，有点类似于牡丹虾，但它是一个本地的一个特产。这里的酒杯是可以自己选，我决定选个金属的。这道菜是金枪鱼，它上面是这个山药泥，黏黏的。生的山药磨成泥就会这样黏黏的，感觉好像美乃滋一样，但其实它是山药。这道菜挺特别的，是白子。我之前吃过那个鳕鱼的白子，但是上次我好像吃了水煮的，这个我感觉它是炸过的。这个炸过之后超香的，因为白子它主要就是蛋白质嘛，你炸过之后就是那个会有很强烈的那种肉香。然后我记得我上一次是在东京的一家旋转寿司店吃白子，那个厨师就在我旁边了，然后我就跟他指说我要吃那个，然后那个厨师就很不可置信的问我说：“你确定要吃这个吗？”所以他可能以为我不知道那是什么，他就再三跟我确认，我说：“对，我就要吃。”然后他后来跟我说：“你不错，你不错，你很勇敢。”不过我觉得还挺好吃的，只要你没有这个心理障碍的话，真的还挺好吃。Hello， 你们知道这里是哪里吗？其实这次来日本之前不是说没有什么行程安排吗？只有唯一这一个行程是提前有订好的，就是来做一下医美。这里是一个还挺知名、挺老牌的美容诊所吧，叫自由之丘，是一个朋友推荐我来的。我也是需要有脸面的人。之前有订好时间。嗨 ，Hello。来这里需要带一下身份证。这里是一个等待休息的房间。我来的挺早的，现在还没什么客人。现在要先填一个这个问卷表，还有中文的版本，所以不懂日文也可以的。上面问挺多挺详细的东西的。这次来我初步是想要做微针，就是微针它是一个拿很多小针在你皮肤上扎，然后应该是对毛孔会比较有效果的一个治疗方法。但是具体要做什么，可能一会儿还得跟医生讨论一下，因为之前还没有见到医生。这种地方不能随便拍的，我有跟工作人员讲好，要确定其他客人不会被我拍到。等待区有些杂志，那边有很多书。ピコレーザーというのを使って少し細かい穴みたいなの開けてね。刚刚问诊了半天，然后现在准备来卸妆了。然后刚刚医生有建议我说，可能光做微针效果不会那么好，因为我脸上这里稍微有一点斑。然后他建议我说，先做皮秒，然后再做微针。然后皮秒就是那个冰冰做过的，现在很流行的那个，可以祛斑啊，然后去一些痘印。现在准备卸妆了，一会儿没法见人了。刚刚结束治疗了，我现在是不是包的好像科学怪人？因为医生有再三叮嘱做完要注意防晒，希望不要吓到大家。
这里有狗狗等在超市门口啊，小可爱，好乖呀！这附近有家挺知名的甜品店，你们应该都听说过吧？就在自由之丘这条路上，离刚才那个美容院很近的，进去吃吃看吧。虽然我这个样子有点吓人。这个是米粉做的小蛋糕，来2个尝尝。这里又是一家知名的甜品店，里面排了好长的队哦。这东西切起来有点无从下手，它结构就类似拿破仑，底下是一层蛋糕，上面是超浓郁的一层榛子巧克力奶油，整个味道都是特别浓郁。这一杯下面是蛋糕，上面是一层9字过的水果，再上面是奶油，口感蛮丰富的。生煎的日本名叫烧小笼包。Hello， 不好意思，今天还是这副鬼样子，因为现在天气还挺好的，就还是要注意防晒。现在已经离开东京了，现在下一站目的地准备去伊势志摩，它是位于关西的一个算是小岛吧。那边是有很多自然生态环境，还有温泉，是一个国家森林公园这样。那现在是租了一辆车，准备从东京开到那边去。其实中间路途还挺远的，要开大概总共路程要6-7个小时。因为有点远，所以中间我们应该会在名古屋停下来休息一晚。最后来名古屋不能不吃鸡翅，这家店是很有名的一家老店。这家店里竟然有教你怎么吃炸鸡翅的教程，来一起学习一下。多看一下邻桌，看到他们桌上的鸡骨头了吗？每个人来这里都要吃很多鸡。这个就是他家的名物炸鸡翅，来名古屋一定要吃的。据说这种炸鸡翅就是在名古屋发明的。大家去居酒屋应该有见过一道菜叫手语鲜唐扬。就是这种炸鸡翅，还有这种炸的嘎嘣脆的鸡骨头。除了昨晚的鸡翅，来名古屋还有一个必须要吃的就是鳗鱼饭了。这也是一家挺知名的店。然后我们现在在名古屋车站里头。哇，这家店好人气好足哦，门口好多人排队。我的鳗鱼饭上来了，在这里流行的是鳗鱼饭3吃，就是一份鳗鱼饭有3种吃法。我记得我之前做过鳗鱼饭，应该也跟大家分享过3种吃法。我点的是小份的，对面有一个大份的。这里还会给你附赠一个教你怎么吃鳗鱼饭的说明，写的还挺清楚的。3吃就是指这3种吃法。
吃完这碗鳗鱼饭就要离开名古屋了。下一站是位于日本中部三重县的伊势志摩地区，后面会有更多精彩，咱们下期再见啦，拜拜。